住滚烫的灵魂。我多想抱紧你，把你的恐惧化作信息，不再计较这世界公平不公平，像跟小孩一样干净。我跟着你细数爱的痕迹，每个生命该爱的用力，请让我抱紧你，去爱的彼岸，没有人学习。She's still in a coma. Please, Andriana. I need to know the truth. 小姐，你先出去吧，我来陪陪她。我刚给安之安娜阿姨打了个电话，她跟我说了很多。我一直很恨你，你无法想象，把一个10岁的孩子送到一个陌生的国家，寄住在一个陌生的外国人家里，我有多害怕。我知道，安吉亚娜是你非常好的朋友，可她不是我的朋友，不是我的亲人，更不是我的妈妈。我到现在还记得，到英国的每一天每一夜，我都在想你，我都在等你哪一天能来接我回去。可却每一天，我都在失望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你根本不会来接我。你把我送出国，就是为了报复我爸。我只是你一个复仇的工具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开始恨你。我不愿意接你的电话，更不想再看到你。任何人只要在我面前提起你，我就会开始发疯。结果没过多久，你后悔了。你说要来接我回去，可是那个时候，我认为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原谅一个抛弃过我的母亲。我说过，只要你敢来英国找我，我就离家出走，让你们所有人都找不到我。这些事情，也许你都忘了。这些年，其实我和你一样，也活在痛苦和仇恨中。我以为我在你的生命里是完全不值一提的，直到我看到那些照片，我才发现，真相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的。原来那么多年，你都一直默默地陪在我身边。原
来我的妈妈那么的爱我。我特别开心。可我来找你的时候，却又跟我说了那样的话。白医生跟我说，你这么做是不想拖累我，想让我继续恨你、忘了你，然后开始新的生活。可是那么多年了，我真的做不到。小雪，妈，雪。真感人。早该这样多好啊！新花园大楼成功拿下，我回新外指日可待。你能不能有点人性？回新外多救几个患者，才是最大的人性。白医生说过2天就能准备手术了。葛总，您要的文件。我签好了，你替我交给你爸爸吧。好。白医生说的没错，人不能永远活在仇恨里。这些年，我把他折磨得够呛，也伤害了我自己。该有个了结了。他解脱，我也解脱。以后我来照顾你。都确认过了吗？是。器械准备，马上开始。妈，小轩，手术很成功，你没事了。这次手术肿瘤切除得很彻底，暂时没有发现癌细胞的残存。记住了，以后每3个月来复查一次，避免复发。现在，你可以说谢谢了。谢谢你啊，白医生。也谢谢你，徐医生。客气。徐医生，其实你不是我的菜，但我说白医生比你帅，那是假的。谢谢你。这个
开始了。谢谢。要不是因为你，葛洪不会那么快同意手术。同事之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之前方楠的事儿，你也帮了我不少。哎，你是怎么知道葛洪背后还有隐情的？我只是想起来，之前我做无国界救援的时候，接诊了一名孕妇。当时在给她打麻醉之前呢，她反复强调，绝对不能摘除她的子宫，为了子宫可以连命都不要。我当时根本不理解，后来才知道，原来在当地，女人如果不能生育，在他们那儿就永远抬不起头来。所以我想，葛洪不愿意做手术，背后一定有他的原因。所以你当初坚持要尊重王晴的个人意愿，也是这个原因吧？我觉得医生面对的不只是病痛，更是病痛背后的人。人血，这或许跟白医生所坚持的医学会有一定矛盾。的确是有一点矛盾，但没那么绝对，不是吗？求同存异。以后还请您多多指教了。老师好。你在这儿干嘛？啊，吓我一跳！等您啊。有什么事儿白天办公室不能说，你非冒这儿，什么情况？我每次去办公室找您，您都不在，我只能在这儿接您。有什么事儿说。老师啊，你看那个葛洪呢，现在这个款也捐了，咱们医院的化验大楼也提上日程，我是不是该回心外了？这两件事有关系吗？怎么没关系啊？要不是我坚持不懈的努力，那葛洪能同意手术吗？你是他的主治医生，说服他做手术，那是你的本职工作。您这么说，行了，哎，哎呀，哎，什么意思？干嘛呀？还扎安全带？行了，别闹了。你师母还等着晚上回去吃晚饭呢。那正好啊，您今儿要不答应我，那我就跟您回家，以后就住在您家，吃在您家，不走了。你多大了？告诉我，你多大了？还耍赖？那我这不是被您逼的吗？那行，跟我回家。你师母一直张罗着给你找对象呢。哎，她一直跟我说，他们单位有几个女孩子条件真的不错，你抽空看看。要不今儿啊，张，我帮你约两个。那审美就……哎，你刚才说什么呀？啊？你师母的审美，师母审美怎么了？嗯？你老师长得不帅？帅。老师，您是我见过最帅的老师。哎，老师，你看，臭小子！医生，今天上课的时候，小婷她肚子疼得厉害，我就跟老师请假带她来医院了。疼了多久了？今天差不多2个小时了。之前有过腹痛吗？这2年陆陆续续疼过，通常疼个几天自然就好了，我就没在意。但这个月疼得特别频繁，而且今天疼得特别厉害。70、40，你的血压偏低了，去那边躺着。来，放松啊。这儿疼是吧？右下腹轻压痛，但不明显，没有反跳痛，有可能是急性阑尾炎。你生理期正常吗？医生，我的生理期一直不是很规律。你是她的男朋友对吧？啊，对。
一会儿给你安排一个尿妊反。尿妊反？就是检查一下你有没有怀孕。我的身体情况我很清楚，我没有怀孕，我不做这个检查。尿妊反只是一个常规检查，检查结果出来以后，我们才好继续判断。我不做，王潇，我们走。你们现在还不能走，你有腹痛，还有血压偏低。哎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唐画，带患者去抽个血检查一下。既然患者否认妊娠，那就再做个 CT。之前记得让患者签字啊。好的，走，跟我来这边，慢点。疼痛有所缓解。CT 结果上看，阑尾没有肿胀渗出，泌尿系统没有结石，盆腔有少量的积液，附件显影不清，不能排除异位妊娠的可能。有些话我想单独跟你聊聊。王潇，啊，折腾一上午，我有点饿了，帮我买点吃的吧。好。肖医生，你又是来劝我做怀孕检查的吧？早做检查，早点排除各种病因，找到真正的问题，才能帮你治疗。肖医生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不愿意做检查吗？从小到大，我都是别人口中所谓的别人家的孩子。小学、中学成绩名列前茅，各种奖项拿回家。到了大学，我就开始拿奖学金。但即使是这样，我父母对我也是极度的不信任。每次放假回家，我爸妈都像审犯人一样审我。现在交了个男朋友，还要偷偷的背着他们，我过够了这种不被人信任的日子。我相信你爸妈一定是爱你的，只是他们用错了方式。你应该找个机会，找个时间，跟他们好好谈谈。没有的。于雅婷的血检结果出来了，血淀粉酶在正常范围，执行胰腺炎的可能性不大。知道了。他现在还没同意呢。他这人也太倔了，做检查不是为他好吗？虽然呢，咱们是为了治好患者，但要尊重患者的个人意愿。来，站起来，咱们做个检查。疼吗？有一点儿。右下腹有轻微痛，但是肚子不紧，从 CT 看没什么问题，但是显影不清的地方还得再做进一步检查。哦，对了，尿妊反和 B 超做了吗？还是得先做一下，先要确定不是宫外孕的可能性。我还是先安排你转到 ESU 吧。肖医生，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劝一下于雅婷。我知道，你已经跟她聊过了，我也相信你在专业上的判断。但其实选择相信她和劝她做尿妊反检查不冲突啊。这只不过是我们在诊断过程中一个必要的检查。其实你说的意思我也都明白，但是年轻女孩可能在这方面还是有难以启齿的地方，这个你也要理解。我会找机会再去劝她的。嗯。你瞧你紧张的，我没事儿，这会儿已经不怎么疼了。
你呀，就是脸上藏不住事儿。你瞧这眉头皱的，这嘴角瘪的，这就对了嘛。网友不是说过吗？做人呐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心。有什么事儿你说吧，我保证不生气。婷婷，要不我们还是听医生的，去做一下检查。王翔，就连你也不相信我是不是？不是不相信，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再说了，我今天早上送你过来的时候，你都疼成那样了，要不是我非要送你来医院，你还不肯来呢。我自己的身体我最清楚，不劳你费心了。哎呀，老伴儿啊，咱们洗洗脸吧。哎呀，把脸洗干净了，漂漂亮亮。老伴儿，你知道刚才我想起什么来了吗？我刚才出去给你买东西，外头下了小雨儿。哎呀，下了小雨儿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咱俩结婚第2年吵那一架，你说是可真厉害呢。哎呀，你说岁数大了，什么都想不起来，就把这件事儿给想起来了。我真想跟你再吵一架。不跟你闹了，擦擦手啊。哎，你这小手，嘿，漂亮的擦擦。漂亮啊！谁家小姑娘啊这样？好。苏爷爷，2周前他老伴儿走在路上被车撞了，当时就脑疝了，全脑出血。苏爷爷接受不了，不愿意放弃治疗。现在什么情况？植物人。他家属呢？夫妻俩呢，都是师范大学的老教授，子女都在外地，还没赶回来。子欲养，而亲不待啊。老两口呢都不想麻烦别人。手术之前，老爷子怕子女担惊受怕，所以没有告诉他们。这不术后，他老伴一直没醒过来，老爷子一时半会儿没了主意，昨天才给子女打的电话。这么大的事儿，应该早点告诉家人。1个月前呢，苏爷爷在咱们医院检查，有2次海默病的迹象。他怕自己慢慢的就忘了金奶奶，所以最近每次给老伴擦完身子以后，他就写会日记，记录每天发生的事。吵架了？小伙子，进去跟人道个歉，人家生病了。是他先让我说的，而且他保证了说听完之后不生气，可是立马就变脸，这不是出尔反尔吗？再说了，又不是我的错，为什么要道歉啊？一样，跟我年轻时候一样。我们也吵过，也是因为生病。我那时候得心肌炎可严重了，我谎称出差，收拾行李想走，被他发现了，追出来一通吵啊，那个，哎呦呵，那是因为他紧张，他担心我出事儿。哎呀，后来在医院伺候我2个月，喂吃喂喝的。我看你对姑娘挺好啊，守着她寸步不离，道个歉呗。男人道歉不丢人，道了歉，心情会舒坦很多，满天云彩就散了。你们的感情生活会充满阳光，这是我的经验。爷爷，
奶奶她怎么样了？车祸，植物人，没戏了。爷爷，您不用担心，您跟奶奶风风雨雨的那么多年都过来了，她会醒过来的。爷爷，你慢着点儿。你这孩子肚子疼那么久，怎么才告诉妈妈呢？就是啊，必须配合医生啊，做全面检查。两位家属，先让患者休息吧，咱们出来说。医生啊，有话不妨直说。一般患者这个年纪的女生，因为腹痛入院的话，医生会建议她去做尿妊娠检查，也就是看看有没有怀孕。但患者坚称自己没有怀孕，不肯做。不过两位也不用担心，之后我们会为她做其他的检查，因为我是她的主治医生，我得把她的情况如实的告诉家属。我知道你说这么多，也就是想叫我们不要误会婷婷。你放心，我们绝对相信自己的女儿。更何况，她都这么大了，很多事情啊，她应该有她自己的自由，她也会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任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就是想知道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腹痛？还要等检查结果出来。婷婷，还疼吗？爸妈，我不该偷偷背着你们谈男朋友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怀孕。好了好了，不用说了，爸爸妈妈都相信你。婷婷啊，爸爸妈妈想先跟你道个歉，我们都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小婷婷都变成大学生了，你有自己的思想，我们应该尊重你，我们不应该要求你像我们一样。我们想过了，要给你自由的空间，让你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。我们相信你。傻婷婷，哭什么呀？咱们不是都已经聊开了吗？不哭了啊！不哭，不哭。婷婷啊，从今往后呢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们都会支持你、配合你。不过，既然咱生病了，也应该好好的配合医生做检查，你说对不对啊？好，对，爸爸说的没错，咱们呀，好好配合医生检查，把身体养好，这才是最最重要的，啊！好，对，这就对了嘛。没有明显异常，盆腔里有少量的积液，尿儿反呈阴性，可排除早期妊娠的可能性。不是宫外孕，但是 CT 和超声都显示盆腔有积液，腹痛应该是盆腔积液造成的，也有这种可能。请妇科会诊吧，听听妇科意见。好的。你是哪个位置疼啊？右下腹。除了这里还有其他位置疼吗？没有。那你平时是怎么个疼法？一阵一阵的，疼的时候特别厉害。疼的时候有没有肛门坠上想要拉大便的感觉？没有。来，你先把腿蜷起来，看看啊。疼是吧？那我放开呢？这里呢？这里，还有这儿。来，侧卧身，慢一点啊。这里疼不疼？不疼。这里不疼。好了，没事，好好休息啊。陈医生，患者腹痛是盆腔积液导致的吗？从患者疼痛的症状体征和辅助检查来看，应该跟盆腔积液无关的。
建议你们还是再去查查别的。麻烦了。没事。真是没想到啊，这小孩也……肖医生，肖医生怎么样了？他的腹部 CT 没有异常，没有手术指征，尿妊反呈阴性，所以也排除了怀孕。妇科医生会诊完，也不是盆腔炎。肖医生，你说的没有手术指征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的腹痛不需要做手术，但是具体的腹痛原因，我们建议再做一个胃肠镜检查。好，我们做。做。那个腹痛的女生还没有找到病因啊？已经去做胃肠镜检查了。你也别着急，不是说她都疼了2年了吗？这种慢性病要慢慢查。胃镜没问题，肠镜没有发现明显的肿瘤、息肉和充血。腹痛应该不是胃和结肠的问题。但消化道很长啊，胃镜只能探测上部分，肠镜只能探测下部分，中间的回肠和空肠查不到。有没有可能是这2个地方有问题啊？那就要做胶囊内镜了，这得跟家属商量一下。我们通过肠镜和胃镜的检查呢，并没有发现异常。我们怀疑患者的腹痛可能跟他的空肠或者回肠有关，所以建议给患者做一个胶囊内镜检查。胶囊内镜是什么？辛苦吗？胶囊内镜呢，是一个像胶囊那么大的摄像头，患者无需麻醉，通过吞服咽下。胶囊通过胃以后呢，会在肠道走一圈，把你的大肠、小肠巡视一遍。整个过程中呢，记录仪会不断的拍照，我们通过记录仪里的几万张照片来检查患者的肠道问题。在服下胶囊6、7个小时以后呢，患者会通过排便的方式将胶囊排出体外，整个过程无痛无创，但就是价格有点贵，大概需要5、6千块钱。好。患者的胶囊内镜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有点小问题啊。他的小肠呢有气室，但不大也不多，没有明显的炎症表现，所以也不是造成腹痛的主要原因。那究竟什么问题啊？能考虑到的疾病已经考虑的差不多了，有些毛病比较少见，所以我要问你们一下，考不考虑给他检查一个肠系膜栓塞？这什么毛病啊？这个疾病呢，是由于动脉突然中断供血，致使受肋肠畔发生急性缺血性坏死，并出现脚窄性肠梗阻症状。哎呀，肖医生啊，你别说那么多，我们也听不懂。你觉得有必要查，那就查。好，那我们就再给他安排一个肠系膜动脉增强 CT。又要做 CT？ 不是已经做过了，为什么还要做？这个 CT 跟之前的不一样。这一次呢，我们要往血管里面打造影剂，来观察肠系膜动脉是不是有栓塞。刚刚跟你们说的这个毛病，需要这样的检查才能确诊。那这有没有危险？跟一般的 CT 差不多，而且患者的肾功能是好的，一般不会有什么风险。好吧，我们做。唉，增强 CT 的结果出来了，也是好的，没有系膜栓塞。都检查这么多了，到底什么原因啊？他刚才都疼醒了，实在不行的话，你们开点止痛药也行啊。您之前得过癫痫吗？早些年是发作过，后来看了医生，也吃了药，这些年就一直没有再犯了。我现在怀疑您女儿的腹痛可能跟癫痫有关。啊？这癫痫也会遗传呐？癫痫不属于遗传病，遗传的概率非常低，但现在不排除这种可能性。建议立刻给患者安排一个脑电图检查。肖医生，脑电图结果出来了。脑电波中显示有明显的急波间波，可以考虑癫痫。先药物治疗吧，静脉注射丙戊酸钠，再邀请神经内科来协助会诊。好。肖医生，
注射了丙戊酸钠后，患者腹痛明显减轻，不到20分钟就睡着了。是腹型癫痫，明天白天给他开点抗癫痫的口服药就可以出院了。好，肖医生，你可真厉害，什么疑难杂症都能治啊！醒了。你来了。啊，对了，肚子还疼吗？昨天医生给我打完针之后，就再也没有疼过了。太好了。王翔，昨天你来跟我道完歉之后，我也想了很多。其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，是我太任性了。我们以后都不要吵架了，好不好？对了，你爸妈去给你买早餐去了，看得出来啊，他们两个特别的疼你。哎，婷婷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呗。隔壁的苏爷爷一直在照顾季奶奶，但是他年纪大了，我觉得身体可能吃不消。我就在想啊，我去跟他商量一下，能不能去帮他找一个有经验的保姆，这样等他们出院之后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我觉得可以啊。那你一定要找一个服务专业的。好。查到病历。肖医生、唐医生早。哎，您好。经过1晚上观察，于雅婷是腹性癫痫，通过口服药就可以控制。一会儿我开点药，患者就可以出院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出院以后，如果再出现腹痛，一定要及时来就诊。如果腹痛一直没发生，半个月以后，我建议再来查一下。谢谢你啊，医生，辛苦你们了。谢谢。辛苦你们了。您看一下，要是没问题的话，签个字，季奶奶就可以出院了。今天就出院了。小王给我们找了个保姆，正在帮着收拾东西呢。我跟子女们商量过了，不想让她带着遗憾离开。在我们老家有个大院儿，她一直喜欢坐在院里晒太阳。我原来答应过她，过2年我带她回老家去，没想到就这样了。唉，这也算是叶落归根吧。白医生，这份文件麻烦签下字。海德格尔说，人是向死的存在，死亡是所有生命都无法抗拒的归宿。有时候我就在想啊，如果轮椅上坐的人是我，或者我是苏爷爷，我会怎么选择？可更多时候，我都是以一个医生的意志去决定一些事情。我需要比病人更加坚信，我的选择是合理的。是最好的。医生的职业要求，我们需要时常面对死亡，死亡最终意味着技术的撤出。撤出前是否应该做最后的顽强抵抗？而很多时候，我们都不知道哪一刻才应该是放弃的时候。我们也不知道放弃是否如所有人所愿。所以说，医学本质上是一门哲学。是一门直面生死的价值论哲学。没错，是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追寻。有时候患者明明没有抢救的希望，可出于感情，我们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刻。可有时候，家属选择了放弃，我们心里又总不是个滋味。虽然人总有终老的一天，但生命交替，因为有情感的输出而生生不息。
你看，苏爷爷跟金奶奶，虽然不知道金奶奶还有多少天可以感知这个世界，也不知道苏爷爷还有多少天能够清楚地记住那些回忆，但他们的爱情，他们的品格，却深深影响了我们。正是所谓的生命有限，精神不灭。景山，来，慢点啊，注意安全。什么情况？好，黄村医院转过来的，持续腹痛，小便明显减少，血气根820。不想就是，找白医生。稳住！先止痛，心律地平和维生素 B6进检。好。尿毒症，尿毒症怎么会突成这样？患者家属。啊，在，我是他老婆，这是我女儿。患者什么时候开始发病的？已经4、5天了。前阵子他因为脚疼去了常去的诊所，配了2天中药吃，结果吃了2天就上吐下泻的。后来去了社区医院看，检查出来肾功能非常不好，说是已经到了尿毒症的地步了。做血透了吗？社区医院说做不了，所以才让转到这儿来的。陈志，去联系一下血透室。好。医生，他这什么病啊？不会真的是尿毒症吧？要是尿毒症倒好。莹莹，现在还不能确定，造成血肌酐高的原因有很多，先做个血透，先把血肌酐降下来，到时候再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他现在这个情况得进 EICU 了。护士长，带患者家属去办理下手续。好，跟我来。好。莹莹，你这里看着你爸啊。我不留下，我跟你们一起去。这女儿有点意思啊。你真是无聊啊！我是说她对她爸的态度有意思啊。我知道啊。道别在心里练几遍，省略了客套的寒暄，拥抱喂饱了想念。谁不会在约定的时间付出最真的一次爱？自己画的句点，自己花园，就让我先去明天走一走，所有美好留给你慢慢欣赏。好人别哭，这一生没辜负。现在我懂，受苦的不是我，而是陪我来的你。就让我先去明天走一走，所有美好留给你慢慢欣赏。好人别哭，这一生没辜负。现在我懂，受苦的不是我，而是陪我来的你。